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先来认一下我们今天的疗愈团的老师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年作者温馨儿，让我们快乐相爱，健康相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年作家陆琪。爱情是生活的科学，所以呢，我们学好爱情，过好日子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严品红。爱情没有保鲜剂，用心经营才能长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情感疗愈团的嘉宾木姐。世上没有100%合适的两个人，而是如何让两个人变得合适。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，有请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郭先生，47岁，来自湖南，医疗器械销售；严女士，56岁，来自天津，药房销售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在感情中最接受不了对方什么？他大男子主义，心眼小，疑心重，还总想管着我，这恋爱谈的倍儿别扭。他不是好人心，他不珍惜我，而且他身边异性朋友太多了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你俩参加节目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分手，因为我比他大9岁，姐弟恋，刚开始还抱有幻想，到最后事与愿违，我俩不合适。求复合啊！我想证明我有多爱他，多重视他，希望他能为我打开一扇门，然后我俩能好好的走下去。哎呀，一个爱的不行，一个就想分手，这事儿大了哈。您二位就是之前都有过婚姻是吧？对，现在是前再次组合谈恋爱。对。怎么您就想和他分手了呢？老师是这样的，他呀大男子主义特别强，就是在去年吧，我们孩子就要结婚了，准备订婚，不是得要买那个婚房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那个孩子要准备婚房，你呢看有合适的楼盘就给撒摸着是吧哈？然后呢他也就大包大揽就过去了，然后他出去自己去看去，他也没告诉我。回来之后告诉我给孩子订完了，结果订的老破小，您知道吗？孩子能结婚吗？等一下，那孩子是你的孩子？是我的孩子就跟他没关系了对，跟他没关系。老师，这个事情我给你解释一下。他当时他说我这儿子马上要结婚了，你看这手上钱也不够，不多，也就100多个，不到200。他说你看你不经常在外面转，毕竟眼光可能比我们女人要长远点，是吧？他说你看能不能站在就说既方便又省钱又升值的角度，我就去给他琢磨，是吧？我转了有1个来月吧，然后我觉得那个小区虽说是个老破小，但是那地理位置出行都挺方便，然后可能用不了3年5年，一拆迁咱不就捡着了？你为嘛就给我做主？你又不给我们掏钱？说人家他是怎么做主的？他根本就没跟我说，回来就告诉我给订完了。不是哪的钱都给付了还是什么呀？没有，我交了2000万元定金。这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吗？这不，不，咱也别这么说他是做的没跟你商量不合适，但是人家也用了1个月辛苦看呀。其实我这是站在男人有担当的角度去做这事。你为啥就着急交这2000定金啊？哎呀，那是你要真想大男子主义，你干脆把200万都拍在那儿不就得了？那是人家那房子好几根钉着呢。你定下来，人家要不满意，这钱给不给退？不给退，后来没给退。不给退，这2000算谁的？这2000最后我掏了。那不就得了吗，大姐？耽误我们孩子婚期了，弄得我们孩子也特别不乐意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还干涉我的所有的爱好，像我吧，就是爱好一些有时候唱个卡拉 OK 或者是打羽毛球锻炼锻炼。有时候跟我闺蜜她们去旅个游，开阔一下视野嘛，对吧？他都不让去，而且说我去唱卡拉 OK， 什么乌烟瘴气了。没有好人了，就是我接触的我的同学我的闺蜜都不是好人，那就我也不是好人呗。你为什么不陪着一起去？你女朋友邀请过你吗？我跟她说过，就是他不去是吧？他不乐意去。他这人就好动，我这人好静。你看他就懒，没事就喜欢去打羽毛球。我说这老胳膊老腿的打啥羽毛球啊？这撞小虎。怎么就老胳膊老腿了？我们这么当年50多了，人家说50多了都缺钙，这撞小虎
摔一跤和伤筋动骨。老师，你看见他说这话了吗？他不还咒我了吗？啊，我一打球我就得挨摔，我摔了我就骨折，我还就得卧床。你们也不能说是咒你，你就不能换个角度叫担心您，怕您万一运动损伤呢，对吧？这旅游总是好事吧，又不乌烟瘴气，又不会摔断胳膊腿的。是这样的，他不是真带他去旅游，他是带他去购物。他上次买个翡翠花好几千，回来上菜市场，人家说100块钱俩，你随便挑，不花你钱了吗？那不花我钱，那花他钱，那相当于就我钱，我也心疼啊。他的钱就是您的钱，但最终不是一家子吗？不往这个方向走吗？对，真不一定啊。他就是都干涉我，哎，不，他干涉成功了吗？我没听。然后他没事就和她闺蜜啊，哎，上这溜达，上那溜达，成天东家长西家短的。我说你就不能静静呢，在家好好待着呀。我们天津人就是好客，就是姐妹之间情谊深，我们就是喜欢几个人聚会，啊，喝个小茶水，聊聊家里的孩子，聊聊同事，聊聊朋友，甚至聊聊父母那边。你不聊聊老公啥的吗？不聊。我就乐意他在家待着，没事就给我收拾收拾屋子啊，洗洗衣服什么的。他说这个，他把他的心里话说出来了。不是他回家给你收拾屋子，给你洗衣服有什么好处吗？我一回来就能找到家的感觉。你说人家的好处，他有什么好处啊？他就是这样。那老师知道吗？他呀，在他的脑子里啊，他就是嘛呢？我得伺候他，围着他转。我伺候他不要紧，我给他不是没收拾过。有时候他出差不在哈，我有时我也去看看，就是如果脏了，给他擦擦地、擦擦桌子；有脏衣服，我就给他洗去。但是我伺候他就伺候出问题来了，您知道吗？上次啊，就是他也是出差。临回来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我那个我今天差不多我就能回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几点回啊。然后我呢下班我还特意的去菜市场，他冰箱里没有什么菜，回来吃嘛呢，我就去给买了一些东西，我就给他放他家里了。等到晚上8、9点了吧，我都洗要睡了，他给我打电话，哈，那个你就把菜给我买了，给我搁这儿，然后你也不说给我做熟了。那天我出差回来挺晚。我一打开冰箱，这里面他给我买了很多菜，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我就说你就不能好事做到底？你这不应该感动吗？说我回了家居然冰箱里塞满了吃呢，怎么塞满了爱心食物哈？我得为他嘴里太好了。他一说就哎呀，你就把我当免费的保姆了。对呀，可不呗？您说他这样是不是？他就是啊。我不平时还经常给你买衣服吗？那是去年年底的时候。处了快1年了，他既没给我买过礼物，也没给我过惊喜。偶然的就那天说，好像他就是没什么事儿，他有2天不出差，然后他就说想带我去溜达溜达，然后看有衣服给我买件衣服，我还特别的欢喜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心话，哎呀，这个男人对我还行，还知道带我去溜溜去，有空了，挺高兴的一个事儿。没想到啊，我们就到了商场门口。他不进商场的大门，他从那个胡同拐进去了。拐进去，我那一看，好，这一大片，全是地摊货，还告诉嘛，你挑1件，挑2件，你喜欢的。我心话，我能喜欢吗？这地摊件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平常穿嘛，我都是5、600甚至上千的衣服。哎，他让我挑地摊货，这不就是敷衍我吗？没拿我当回事儿。那即使是地摊货，那不得分谁送的吗？这不也礼轻情意重吗？那证明我心是真的呀。哇，这位先生可真厉害啊！你这哪来这一套一套的？我的天呀！你看你上次送我的围脖，那是不是也不值多少钱？我是不是把它当心肝宝贝给供着？我都舍不得围。那是我一针一线我给织的，这是我的心意。你要再不珍惜这个，那你更没话说了。他平时就说，我就爱穿着名牌，打扮得亮亮丽丽的。你打扮得亮亮丽丽给谁看呢？你觉得他给谁看？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尤其我们女性。他是这样，他异性朋友挺多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在这儿呢。平时我也挺重视他的。我要是在家不出差，我也经常上他单位去，转转，去找他去。有一次，我可能去了有5天嘛，最起码有3天就一个男的，老去找他，不是让他给量血压啊，我最近这怎么血压又高啊？最近怎么又发烧啊什么的？后来我一问，他说是他前男友，他也不避嫌。我们早就分手了，而且我也告诉他了，我们分的清清白白的，而且不掺杂任何的其他情感。但是他就是小心眼儿，您知道吗？
看见我跟男的说话，怎么跟他解释都不行。他更过分的是，有一天我去找他，哎，我说我那个朋友去哪了呀？然后他们同伴说他上谁家里了。我说谁家里啊？他就是上他前男友家里了，把我给气的。我们这个药店啊，有一个就是像周边的孤寡老人呐，或者是行驶不便呐，或者是家里头就是生病起不来的那个，我们有一个送药上门的这个业务。然后那天呢，是我那个就算是前男友吧，然后他啊就是发烧，实在是起不来了，因为他也就一个人住。然后呢，也是买的药给我们那个店里打的电话，当时是我跟一个同事上班。然后就说你看看能不能给我送过来，我实在是起不来了，买的是退烧药和消炎药。后来呢，我一看正好有空，那就送吧。你说都起不来了，这个事儿你可以稍微避避嫌，让你其他同伴去呗。我那同伴人家啊，他岁数大，天又有点黑了，他又走道费劲，我又怕人家摔着。反正你是身子正不怕影邪啊，对呀，所以咱能正正的在短视频平台老互动，因为平时我没事我也浏览那个短视频，他也爱发嘛，然后我就发现他好多异性朋友给他点赞，然后最频繁的我一点开就是他那个前男友头像。那你这和前男友是不是多少是太频繁了点啊？你不能彻底断了呀，还非得藕断丝连。不是，您知道吗？他呀就是心眼太窄，针鼻那么大。就咱们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，谁不发个视频呢？这个点赞评论很正常，我认为很正常。再者说，不是他一个人给我点赞，好多人给我点赞，然后啊，对吧？他的异性朋友啊太多了，让我接受不了。他经常去参加那些异性朋友孩子的婚礼呀，什么庆典呢？我没带你去吗？我是没带你去吗？让我一个人去的，你怀疑也行。哇，我在的时候你都和他们没了眼去的，勾肩搭背的。哎呀，那难听了，难听了啊！哎呀，这老你看见了吗？他就是说那么难听的话，刺激我。这个先生，你觉得这不满意那不满意就算了呗，人家也没非死乞白赖赖着你啊。对呀，你看你数落他多少毛病啊，是吧？业余爱好都不健康，啊，卡拉 OK 乌烟瘴气，旅游也不对。这不给你做饭送到嘴里，但我也能找到一个家的温暖。人家不说，哎，你给人家啥温暖了呀？我在外面去打拼啊，那是最大的温暖了。和他有啥关系啊？你打拼钱给他了吗？最终不都得给他吗？不是你买衣服都是地摊货，那是我会过，那不叫地摊货，那是吧？人家想过这样的生活吗？你看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这同样的衣服是吧？一上大商场，哎，它就身价就增加100倍；一上地摊上，同样的材质，它就值个100。那他就喜欢那个呀，就那个感觉。他的喜欢重要吗？这普通老百姓，他的喜欢重要吗？咱就踏踏实实过日子。他的喜欢重要吗？也重要，也重要，但真的有多重要？最终的追求实的呀。所以他的喜欢是没有你的需求重要，对吗？最终我感觉要会过啊。再说了，人家不认识你的时候买的衣服都是500、600上千的，凭啥认识你跟你好了以后就得买地摊货呀？所以我觉得他以前花了很多冤枉钱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先生这话接的可快了哈！这换我也气懵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老师不光他这样说呀，还有就那天啊，给我买了一条裤子，买了一个上衣，花了200出头。最可气的，他还说什么呢？这个衣服回去呀，不能拿洗衣机洗，你得拿手洗，拿洗衣机就给洗坏了，就白买了，这钱就浪费了。我买的东西你重视，你买的东西我重视，这不相当于咱俩相互都重视吗？你要是重视我，你就不会领我去地摊那儿买，你就得问我的意见，你想去哪儿，你达到我的满意。咱说说吧，你们2位也谈了1年多了哈。这双方的家里人都知道吗？孩子知道。孩子同意这叔叔吗？孩子就因为那房子事儿对他意见更大，之前吧就不太同意。但是呢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那介绍人给我介绍的，刚开始介绍我是不同意的，因为我嫌他小，我这岁数了，我也想享受被呵护的感觉，而且他的这个形象上头。也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那种天津大汉。大姐，你们俩都挺什么？那你跟人好1年多呀？你看不上也好呗。就是因为那介绍人说你们2个人啊挺好的，他这大哥挺有那个责任感的。就因为在工作中吧，我们也有过接触，哎，我感觉这人确实可能还挺有担当的，也挺老实的。不应该当工作伙伴吗？祝贺那个人很明显错了呀。
对呀，就你为什么不去弥补这个错误呢？所以我要求分手吧。刚才是忍受不了儿子呢，反正儿子也不是特别支持哈，只是不干涉，是吧？对，你家呢？我这边我父母啊还是不太同意，因为在我们老家，一般是流行男的大女的个7、8岁、8、9岁。见过吗？见过，我带他去过一次。他不说这个，我还不生气呢。就是今年的年初吧，他带我去回他们湖南老家，我刚开始还挺高兴，我不知道他没跟他父母说呀，然后就告我带回湖南老家看父母，我就买的东西。我说去看老人对吧哈，咱最起码也得像模像样的。到他们家那儿大概也得快11点了，没有远接高迎。他们家里啊，父母也在那儿，2个姐姐也在那儿，都没说。一开门进来，哎呀，快进来吧，宝贝儿，快坐这儿歇会儿，那么远的道，倒口水喝，这是最起码的礼节吧？没有。这不就是相当于我父母，我姐没把他当外人，就相当于把他当家里人了。第一次上门对吧？就是第一次，就去了第一次上门，不可能说完全就是当这个人不存在。主要是这样，毕竟我俩岁数，我父母这点还是过不去。在我们南方一般要拉脸了呗。一般要女的大男的7、8岁，这有点脸上挂不住。不是，那你就别带着去呗。对，你要带着去，就事先说服你的父母，我就是爱他，虽然比我大，但他就是特别好。然后我父母也是想考验考验他，哎。他把我儿子照顾得好好的，他多气人，就是气死人了。不光是不远接高迎，而且啊，连中午饭都不给你做。我到那儿之后啊，他们就在一块儿，有的话我也听不懂，他们说那边的话。然后呢，我自己在那晾着，我就一会儿喝一口水，一会儿喝一口水，他也不担那个茶。我说咱要不出去吃去啊？等会儿。然后呢，他们姐姐啊跟他妈妈谁也不提这个中午吃嘛，也没人去厨房去。你要说做2个菜也无所谓，我也不挑，但是没有人动换。我一看，我说要不我去做去，我在哪儿了？我说那边是厨房，我颠傻不愣登的，我还去了。我去给人家做饭啊，我还去给人做饭去了。可是我到厨房啊，我不冒门啊。他那东西在哪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得喊人过来给我找啊。我只能喊他，我能喊人姐姐吗？他过来一看，告诉我那不是那儿了吗？哎，还倍儿不乐意就走了。你说你在这儿给我帮忙？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，我给解释一下。这一般不是流行这么一句话吗？女大三就是妈嘛，是吧？我说我在找那个妈，我可不当你的妈，我可伺候不了你。人家有儿子找你个好大儿干啥呀？然后我说我能有嘛好处？相当于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好好表现，就说他可好，他把我喊着找不到东西，你说让我父母怎么放心呢？那人家第一次上你们家，就算不是女朋友是客人，也不能这么待人。这就是因为没把他当外人啊。这饭后来你做了没？做了，我做了几个菜。吃饭的时候啊，他妈妈还说了。我们家男人呢不下厨房，只有女人下。咱也别说了，你既然都这么多不满，我们听着都挺生气的。那您来干啥呀？你直接就要求跟他分手，你直接跟他分就行了，你不用找我。他不乐意，他死皮赖脸追着我，没事就给我打电话，不接呀？就是我不接，但是他上我住的那儿，他认识我住的那儿啊。他在门口喊啊，那就是因为我爱他，我喜欢他，我恨不得我心肝掏给他呀，所以我才一直追着他呀。就是他在门口喊什么呀？就喊你名儿是吗？我喊他姐。姐，我想你。没有，姐来给我做饭。不是，姐我饿了。你咋还娇羞的笑了呢？呀，我的大姐，你这也够那个傻大姐了。真的，你这评价好正确。真的是，你说吧，你这不就没有下定决心跟人分手？我下定决心了。那你就不许再笑。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让各位老师啊，就是让他别再骚扰我了。那下次再骚扰你就报警呗，这多简单呀！警察找他一回，他就老实了。就这么办了，赶明儿。那解决了。麻烦郭文老师给我让复合。没人给你做不了。我觉得和他相处这1年多，我觉得找着妈的感觉了。哎，大哥，找着妈的感觉了，我的天！你有妈，回家找你妈去。咱这样吧，我觉得大哥他认知可能需要我老师们给讲讲哈。我觉得大姐其实没啥好说的，是大哥，我觉得你不要再骚扰人家了，你不太适合谈恋爱，你的爱好沉重，这种情感绑架，就是你都不让他做自己了。还有就是没感觉你有多爱他，就是我们爱一个人是付出，
你一直在索取。那我最终不都是在惦记他吗？你惦记有什么用啊？讲句不好听的，你的惦记他就值你给他买个地摊货。人家不说真心值千金吗？哎呦，那你的千金换别人吧，他不喜欢这个东西。第二点就是因为这个大姐她要过风花雪月的生活，她生活是很浪漫主义的，她不像你这么接地气，你什么事儿日子你都什么会过，人家不要会过，人家要过得快乐，人家要浪漫的过，她的追求跟你是不一样的，而且你绝对不是她的菜，她不喜欢你了，你们俩确实不怎么配，而且她确实是大你8岁，就不太合适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。您太自私了，就在情感里面太自私了。你总是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，然后用最大的善意来对待自己。我觉得这个事情从本质上来说，它就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。所以你不要再纠缠他了。他今天愿意跟你来，是因为他想当着全国14亿人的面，告诉全世界，他真的想要跟你划清界限。而且你挺抠的，你真的好抠。我觉得那是会过。那你就自己一个人好好的过，不要祸害别人，谢谢。大姐，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你老被他那逻辑给绕进去。他一跟你说，哎呀，我让他什么少运动怎么样，然后你就开始跟他争论了。我那运动是啥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一句话嘛，我的生活需要你管吗？你是我什么人？什么人都不是，不需要你评价不就完了吗？那我不是她男友吗？不需要，不是了，已经不是。来，大姐告诉他，你不是，你已经不是了，你没有资格管他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多谈姐弟恋的粉丝跑来跟我说，哎呀，我男朋友为什么会是妈宝呢？绝大多数谈姐弟恋都是妈宝，因为他就要找一个能够让他产生妈感的人。我跟你讲，一个女人能够给男人妈感，这是一件很失败的事儿。你明明是想当小公主的，为什么你会屁颠屁颠给人去做饭呢？为什么你会拎着菜给他送上门去呢？你不是小公主吗？你真的有把自己当小公主吗？你没有啊。所以啊，你得真心实意的把自己当公主，别人才能把你当公主。否则的话，他今天一说大姐，你在那边呵呵笑，你就是想当他大姐呀。这就是你心里面的潜意识吗？什么是妈宝？妈宝是一种受照顾综合症，因为他长期受妈的照顾习惯了，所以在他眼里面，所有类似妈的物体，他都应该照顾他。我相信他在工作里面都不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只有对你是这样的，甚至只有对像你这样的人才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类似于妈的物体，他立刻就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啊！你应该来照顾我。结果呢，你们还特别吃这种依赖感，一看到你依赖我，哎呀，我的母爱就泛滥了。收一收你的母爱。谈恋爱，你愿意被人照顾，你就应该找一个来照顾你的人，千万不要因为别人需求你，你就从别人对你的需求里面寻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至于你啊，内心的自私其实是和自己的巨婴是分不开的。你到现在在生活里面完全活成了一个巨婴，你今天千万不要再结婚了，你再结婚又是害了一个女人。这个我得跟大姐说几句啊，你还是一个挺有生活热情、挺有活力的人哈。虽然56岁了，但我觉得很有这种年轻人的这种状态。你看，爱蹦、爱跳、爱运动，所以因为你有活力，你有能量，你就觉得一个比我小8、9岁的，虽然觉得年龄上有点不合适，但是我有能力罩得住他。不是说所有小这么多的男生就一定都得是你照顾他哦。不是所有的是，不论你大小，你都得应该是照顾我。你找他就是因为他比你年轻，你觉得他很痴情，他心里没别人。你为什么拖了1年多没分手？不就贪图这点他对你以为的这种忠诚吗？虽然他对我颐指气使，想让我照顾他，给他洗衣做饭，但他心里只有我。拜托，这不是爱哦，我们要找的是爱人。所以以后再遇到一个男人，先要判断的是能不能彼此尊重，再去评估我和不和他在一起。先生，你惦记他不是惦记他的快乐与否，你惦记的是他对你好，你惦记的只有你自己。你要想告别单身，有一个人真的愿意给您出差回来做口饭，您得先学会真的惦记对方的
冷暖。您可以回去思考一下我们所说的，我是希望您改变认知，调整自己，咱也都不是坏人，调整了才有机会寻得幸福，好不好？大哥，可别说你是大男子主义了。大男子主义虽然霸道强势，有点自我，但是人家真给媳妇儿花钱呀，而且会护短呐。你女朋友去到你们家都被说成那样了，你站在旁边干啥呢？你哪有大男子主义啊？你为她说句话了吗？为她做的事儿了吗？啥都没干，是不是？人家带着一肚子气，饭都没吃好就走了。这不是正好让她好好表现表现吗？她为什么要在你们家好好表现？这是我的女人，我认可，我喜欢，我要说服我妈我姐姐，这就是我选择的女人，我为什么要表现给他们看呢？她好不好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她不好你会找她吗？为什么要人家表现呢？而且去你们家待客之道基本的礼节都没有，那你大男子主义你主义到哪里去了？大男子主义最重要的点是什么？肩可扛背可挑。那你干啥？你是人家的靠山了吗？人家受到刁难的时候你帮他扛了吗？你没有。所以你知道伟大男子主义。另外我还想问一下，你们是恋爱关系对吧？人家儿子买房跟您啥关系？咔咔您过去把钱给交了就要买这个房子，我感受到的不是因为爱他，我感觉在立威。你想告诉大姐，告诉她家里人，以后大事儿小事儿，虽然我跟你还没结，我也能说了算。您这个点评我不认可，我完全可以站在没有担当的基础上，我当甩手掌柜。你现在就是站在有担当的甩手掌柜基础上，大哥没看到担当。是这样的，你一定要认真去思考，你做这个决策是真的想要去负责到底吗？如果说就是站在我喜欢他的基础上，我去做的这个事情。你做这个事情，为什么你不带着大姐跟她儿子一块儿去遵循人家的意见去看呢？你做这个决策的时候，你想过大姐她喜欢这个房子吗？她儿子喜欢吗？没有啊。所以你做的很多的事情，自以为你很好，自以为我在为你考虑。其实不是。另外，我刚刚问你，我说你喜欢大姐什么？你说我喜欢妈。我告诉你不是，你今天想找一个妈感重的女性，你不会找大姐这样。你喜欢她就是源于她的女性魅力，能唱歌，能跳舞，会社交，会打球，会旅游吧，经济条件还好，对，还自己能挣钱。所以说你喜欢的其实是一个什么有生命力的女性。说白了大哥，您的生活可能是一滩死水。所以你喜欢这样有能量的女性，但是你跟她在一块儿，你想扼杀她身上这股积极向上、热爱生活，不因为年纪而约束自己的这股力量。所以你说这话前面跟后面，我告诉你是矛盾的，你没有认真思考你的点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你说很多次我很会过，对自己省，对自己的爱人好，那叫会过。对自己省，对自己的爱人也省，那叫抠。大哥，你对大姐的这个真的不是爱，是打着爱，打着惦记你的名义，你在用情感绑架勒索她。你想想，大姐认识你之前，她多开心啊，她就是一个快乐的小鸟，唱歌跳舞打球旅游，她生活不要太好哦。你好了，你跟她在一块儿，你要把她的翅膀给她折了。朋友不要见了，不要出去玩了，天天在家干嘛？当老妈子，做饭洗衣服，凭啥？另外还有一点哈，我觉得大姐，一段关系如果给你带来的消耗不是滋养，如果它是降低你的生活质量，不要回头，直接走。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更多的了解木姐的话，告诉大家非常简单的方法，我们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木姐就找到她了。然后如果您回复了爱情宝贝这样5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木姐送给大家的新人礼，给你们一些时间去思考吧。我们节目组的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报名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千万别被骗了。好了，我们来预测一下第一组这个嘉宾他们会出来吗？不出来。这大姐坚决别出来了是吗？我觉得不会，肯定不会出来，都不出来，都觉得不出来了。大姐很坚定。哎呀，大姐坚定咱都看到了，希望大哥他能听明白，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，调整过后，咱以后还得找个媳妇儿嘛，是不是？对，行，咱看看他们的选择，来，请开门。哦，没有，真没出来，赶紧关上。对，大姐是很坚定的不，我们在这里真的嘱咐一下，这个先生，我们女方已经非常坚定的决定分手之后，还是希望不要再去过多的骚扰他哈。
哎呀，希望他们各自安好吧，哈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爱情保卫战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容美好，共未来，天津卫视。